在世界的尽头，只有一个地方是和平的，它四面环海，像欧洲那么大。这个地方的上空没有落下一颗爆炸的炮弹。那些带着3个十字架逃进山里的人，会找到庇护所，会被拯救，从此过上富饶、幸福和充满爱意的生活，因为这里不会再有战争。这段话出自于100多年前的克雷姆纳预言，是说在第3次世界大战中，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能躲避战火。除了3次世界大战之外，克雷姆纳预言还提及手机、电脑、飞机与太空旅行、人类的迷失和恩典等等，这不得不让人啧啧称奇。克雷姆纳是塞尔维亚的一个小村庄。19世纪的时候，这个小村庄里生活着叔侄2个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一个叫米洛什·塔拉比奇，另一个叫米塔尔·塔拉比奇。别看这2个人都没读过什么书，大字不识几个，但可都是有千里眼的牛人。这个看家的本领呢，是叔叔先发现的。一开始他时常看到一些景象，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和村里的人分享着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没想到那些事后来都一一应验了。米洛什这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自己还是个超人呐，居然可以预知未来。后来大侄子米塔尔也具备了同样的天赋，也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甚至是还没有发生的未来景象。难道这个特异功能还能在家族中遗传吗？叔叔米洛什去世以后，侄儿米塔尔开始着急了。这未来的事我自己倒是看到了，我得让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些信息说不定以后还会帮助到别人，不能浪费了。哎，都怪我自己不会写字，我得想个办法。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教父，当地一个叫做扎哈里奇的牧师，向他讲述了叔叔和自己看到的一些幻象，希望牧师能帮助他们记录下来。扎哈里奇倒是个热心的人，没有辜负米塔尔的这份信任，只要米塔尔讲，他就打笔记，一直到米塔尔1899年去世为止。牧师扎哈里奇记录的所有内容最终整理成册，就是克雷姆纳预言，于1902年正式出版。当时最著名的预言都与塞尔维亚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有关，首当其冲的是当时的塞尔维亚国王和王后遇刺身亡，掌权的奥布雷诺维奇家族退出历史舞台。这个预言在巴尔干地区一直被称为黑色预言。没想到历史的证据在1903年真的就那样上演了。塞尔维亚政府非常肯定这本书，认为书中的内容都是真的，称米塔尔是塞尔维亚先知。这本预言书后来被翻译成了世界各国的语言，它在塞尔维亚的知名度大概相当于圣经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这对叔侄在塞尔维亚的确相当有名，人们在克雷姆纳村庄附近还建造了他们的故居博物馆，名叫先知塔拉比奇纪念馆。作为预言家有这样的待遇也不多见。小木屋里陈列着许多相关的纪念品和照片，以纪念这对千里眼叔侄的贡献。你怎么了，索菲亚？你不能死，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必须活着。这是当时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大公与妻子索菲亚在断气之前彼此之间伤感的对话。1914年6月28日，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的街头，他们双双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引爆了第1次世界大战。塔拉比奇叔侄2人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战争，可是却早早地看到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预言中说，一场战争将开始，大战将流出大量的鲜血。如果那片血是一条河流，一块300公斤的巨大石头很容易在水流中滚动，一支来自河对岸的强大军队将攻击我们。
他们比我们强大3倍，他们将在路上摧毁一切，他们将深入我们的土地。第1次大战后，奥地利将消失，塞尔维亚将像一个真正的王国一样大，我们将和我们的北方兄弟住在一起。后来，我们的王国再次被外国邪恶的军队入侵，整个欧洲都处于弯曲的反十字架的统治之下。再后来，俄罗斯将与海上的其他大国结盟，他们将烧毁弯曲的反十字架，解放所有被奴役的欧洲人民。这些是在预言2战中纳粹德国战败了。弯曲的反十字架说的是纳粹的符号吧？联合国的成立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产物，2战也推动了许多国家纷纷独立。克雷姆纳预言对此是这样说的：大战结束后，和平将统治全世界，许多新的国家将出现，黑色、白色、红色和黄色，成立了一个国际法庭，不允许各国相互争斗。这个法庭将高于所有的国王，在战争开始的地方，法庭将做出公正的裁决，试图将仇恨和屠杀转化为爱与和平。一直活着能看到这些时代的幸运儿将非常幸福。过了一段时间，一些伟大的国王和一些小国王将开始假装对宫廷的尊重，同时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许多小的战争因此而爆发，成千上万的人将死亡，但不会有大的战争。天下不再烽火连天了，人们在岁月静好、贪图享乐的日子里，离神也就越来越远了。预言中说，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开始了和平与富足，但所有的这一切都将只是一个痛苦的幻觉，因为许多人会忘记神，他们只崇拜人类的智慧，可是与神的旨意和知识相比，人类的智慧又算得了什么？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克雷姆纳预言不仅预见了1战和2战，还预言了第3次世界大战。其中说，当人们开始更多的冥想时，他们将更接近神的智慧，但为时已晚，因为邪恶已经蹂躏了整个地球。人们开始大量的死亡，大饥荒将出现。虽然城镇和村庄会有很多的食物，但它们已经被污染，许多人因为饥饿而吃东西，然后立即中毒死亡。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圣灵会拯救他们，他们会接近神。预言中的第3次世界大战是这样开打的：最伟大和最愤怒的人将攻击最强大和最狂暴的人。当这场可怕的战争开始时，那些在天空上飞行的人处境最凶险，在地面和水上作战的人相对而言会好过一点。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将有他们的科学家，他们将发明各种奇怪的炮弹。爆炸时，这些炮弹不会杀人，而是释放魔法或者咒语，会让对方的人马全部倒下，酣然入睡，使他们不能够战斗。战后他们会恢复理智。什么魔法会这么神奇呢？诅咒也会是未来生化武器的一种吗？我们在开篇讲到，克雷姆纳预言中说，在世界的尽头有一个被大海包围着的地方，是唯一能够躲避3战战火的地方。预言中反复提到的一个关键要素是3个十字架。那么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很多人猜测是澳大利亚，因为它的国旗上有英国国旗，上面带有2个十字架，旁边的几个星星代表的是太平洋上空的南十字星座，加在一起正好是3个十字架。除了战争，克雷姆纳预言中还有哪些其他的神奇预测呢？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每个人都会开着没有牛的手推车四处走动，人们将在天空中旅行，低头俯视着我们的土地，就好像他们已经爬上了双重的塔拉山一样。这是在说汽车的普及和飞机的出现。
和平和繁荣的时期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许多人将在和平中出生，又在和平中死亡。只有通过明智的书籍、文字和不同的奇怪幻影，才能了解战争。奇怪的幻影是在预测二战后电视和广播的蓬勃发展。人们会建造一个盒子，里面会有某种带有图像的小工具，但他们无法与死去的人交流。尽管这个图像小工具与另一个世界的距离，就好像人的头皮上的头发一样，向彼此靠近。在这个图像小工具的帮助下，人们将能够看到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些内容或许说的是电脑和手机的发明。预言中还说，未来人更关心和更信任自己不同的小工具。在克雷姆纳预言中，叔侄两人看到的一些画面是他们无法理解的未来世界的幻象。人们开始讨厌干净的空气，这种圣洁的清新和神圣的美丽，而是躲在肮脏之中。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他们会自愿这样做。在克雷姆纳，许多田地将变成草地，许多家园将被遗弃。那些离开的人会回来的，透过呼吸新鲜空气来治愈自己。他们还看到了今天更严重的社会现象，那就是男女不分和未婚生子。在塞尔维亚，不可能区分男人和女人，因为每个人都会穿的一样。这场灾难将从国外降临到我们身上，将伴随着我们最长的时间。新郎会娶新娘，但没人会知道谁是谁。人们将一天比一天的迷失方向，越来越失去理智。人在出生时不会知道谁是他们的祖父，谁又是他们的曾祖父。人会做许多愚蠢的事情，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做，但其实他们什么都不知道。预言中说，整个世界都将受到一种奇怪疾病的困扰，没有人能找到治疗方法。每个人都会说，我知道，因为我有学问，而且很聪明。但没有人会知道任何事情。人们会思考，但是他们将无法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而这需要神的帮助，在他们周围和他们自己身上找到原因。这是说中了新冠疫情吗？预言中还说，那些会用数字阅读和写不同书籍的人会认为他们知道的最多。这些学者将由他们的计算来领导他们的工作。在这些学者中会有好人和坏人，坏人会做坏事，他们将毒害空气和水，在海洋、河流和土地上传播瘟疫。人们将突然开始死于各种疾病。那些善良和聪明的人会看到，所有这些努力和辛勤工作一文不值，这会导致世界的毁灭。他们将不会在数字上寻找答案，而是开始在冥想中寻求智慧。但是为时已晚了。前面的预言中讲到了，当人们开始更多的冥想时，当人们更想接近神的智慧时，第3次世界大战就已经来了。克雷姆纳预言中说，人类将进行太空旅行，但是却找不到外星人。人类将前往其他世界，去寻找毫无生命的沙漠。人以为自己比神知道得多，但神还是宽恕了人。在那里，除了神永恒的和平，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但他们会全心全意地感受到神所有的美丽和力量。人们将在月球和星星上旅行，要寻找生命，但他们不会找到与我们相似的生命。生命会在那里，但他们将无法理解它，并看到它就是生命。当他们回来时会说，对神持怀疑态度的人，到我所在的地方去吧，然后你就会看到什么是神的心意和力量。我们最后再讲克雷姆纳预言中一个值得探索的内容。在遥远的北方将会出现一个不起眼的人，他会教导人们爱和同情。
但他周围会有许多的犹大和伪君子，他会经历坎坷，许多的起起落落。这些伪君子中，没有一个人会想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类恩典，但他的智慧书籍和他所说的所有话语都会被保留下来，然后人们就会看到自己是多么的自欺欺人。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类恩典？这个北方人，朋友，您觉得说的会是谁呢？欢迎您在留言区发表您的看法。感谢您收看《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